说起金国豪杰，大家常想到上阵杀敌的猛将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明初有一位麝香夫人，不用常年征战，几篇远见和胆识安定西南。丈夫被害之后，她接手土司大权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稳住民心，打通西南。因为她看得通透，一旦燃起大战，贵州无数各族百姓就要遭受兵祸流离。明初西南局势动荡，地方官员挑拨矛盾，土官与朝廷冲突一触即发，云贵交通闭塞，各族百姓来往隔绝，商贸难兴。麝香临危接管水西土司，紧接着甩出3个制式网诈。第一，忍辱负荆灭圣，不惧权贵诬陷，亲自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，揭发贪官恶行，避免大规模内战。第二，修建驿道，打通群山，组织民众开山修路，开辟多条驿道驿站，把闭塞的贵州与内地连通。第三，推广农耕与教化，引进中原耕种技术，兴办学堂，促进汉人与少数民族的和睦共处。你说这眼光绝不绝？放在今日，就是地方领袖放下私仇，全力打通交通基建，发展经济，促进民族团结。更难得的是，手握数万部众，拥有割据一方的实力，却始终维护大一统格局。终其一生，西南水西地区少有战乱，各族百姓安居乐业。麝香夫人心里所想，干戈一起受难的永远是底层百姓。世人一提金国英雄，第一反应都是披甲冲锋，却常常忽略麝香夫人比起战场上的胜利，止歇战火，造福一方百姓是更大的功绩。